如果俄罗斯50天内不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将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一次拿出了他最爱的关税大棒，刹那间，全球关税战场硝烟又起。只是在美国国债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的局面下，特朗普这位商人出身的共和党总统没有使用美国历届政府惯用的美元收割手段，而是打起了关税战。这让人感到疑惑，难道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我行我素，就喜欢打关税战的缘故？美国已经放弃了使用别的金融收割手段了吗？从前有一只驴与一只老虎相遇，因为老虎没有见过驴的缘故，老虎一时间胆怯，一开始并不敢靠近驴子。但过一会儿，老虎终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性，小心翼翼地试探这头驴。而驴被老虎惊动后，只是扬起后腿踢了一下，再也没有别的反抗动作。老虎见状大喜，心里想着这头驴的本事不过如此，于是就把这头驴给吃掉了。这就是黔驴技穷的典故。而现在的美国就是这头大笨驴，已经用尽浑身解数，外强中干。这绝不是夸张，就拿美国以前惯用的美元潮汐来说，就是如此。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就开始乐此不疲地玩弄这一金融手段。通过在低息时放水，待美元流入他国后，美国便开始疯狂加息，人为制造经济危机的同时，趁机猛烈抄底，收割他国财富，让别国为美国打白工。但时至今日，当美国债务已经堆积到36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后，美元潮汐这一惯用的金融收割手段已不能再奏效。原因很简单，美国现在的财政窟窿实在是太大了，除非收割中国，否则别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够解决美国巨大的债务危机。据美国官方披露，截至2025年7月，美国国债总额已经超过了36万亿美元。抛开本金不说，每年的利息就高达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023年全年军费的2倍。若美国政府在债台高筑的情况下继续以高利率来发债，美国将面临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将万劫不复。更为不利的是，因为美国的霸权行径，全球已经掀起了又一轮去美元化浪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2024年，沙特宣布和中国的石油交易可以使用人民币来结算，给了石油美元沉重一击。国际清算银行2024年的数据也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经不足 60%， 创下了这20年来的新低。这意味着美元的吸金能力正在以一个飞快的速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不可能再靠加息的老办法把全球财富吸回美国化债。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一针见血地警告道，美元霸权的衰落不是假设，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特朗普也意识到，如果美国还想当世界老大，就不能指望再用美元潮汐来翻盘，必须另辟蹊径，想出高招。在特朗普看来，只能用关税手段来解决债务问题，毕竟没有人比特朗普更懂关税。没有人比我更懂关税。从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从日本到欧盟再到中国、加拿大，所有和美国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几乎全部遭到过特朗普关税注入棒的连环痛击。要问特朗普为何如此迷恋关税大棒，原因很简单，因为关税可以帮助美国政府快速搞钱还债。借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话来说，只有架着锅子煮白米，没有架起锅子讲道理。偌大的美国政府和许多靠卖血为生的美国底层民众一样，都为缺钱发愁。在这种情况下，来钱最快的关税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美国政府的及时雨。据 CNN 消息，在美国对欧盟、日本、中国等加征关税后，仅在2025年6月份，关税政策就为美国带来了27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就在近日，白宫方面更是宣称，如果能对俄罗斯加征100%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将额外征收500亿美元的收入。可以说，无论是从数量还是速度上衡量，关税的搞钱效果远远比加息收割全世界更好、更快、更强。另外，打关税战还迎合了特朗普政府心心念念的产业回流。特朗普坚定不移地认为，只要关税加得够高，让进口商品价格涨上去，就可以成功倒逼企业将生产线迁回美国。必须承认，特朗普的观点还是有一些道理在里面。就拿2024年5月份，美国宣布对亚洲芯片加征 45% 的关税的例子来说，在美国官宣从亚洲进口芯片要加税 50% 消息后，英特尔公司非常识趣，直接表示要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200亿美元，新建一座工厂，来迎合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这些加关税倒逼先进产业回流的成功例子，极大鼓舞了特朗普的要把关税战进行到底的信心。更深层次看，关税还有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武器，为美国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据路透社报道，在2024年的海湖庄园协议里，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顾问米兰曾提出，要把美国大部分的中短期国债全部转为100年期零利息债券，用接近于白嫖的方式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以关税作为要挟，要求美国的盟国必须承担更多安全成本。对欧洲，特朗普直接威胁，如果你们自己不增加军费，那就必须承受美国的额外关税。对于一直忠心耿耿的猎犬日本，特朗普也毫不手软。2025年4月16号，特朗普在华盛顿以汽车关税为筹码，逼其在亚太地区承担军事义务，将美国的经济压力转化为盟友的政治压力。特朗普第一次让世界认识到，关税还能这么玩。看起来简单粗暴的关税战，在特朗普政府的手里却成为一石三鸟的好手段，又能帮美国搞钱，又能让产业回流，还能给盟友上眼药，让人叹服。但特朗普似乎忘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只顾短期利益的关税战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为美国也为特朗普自己树敌，绝不会有好下场。伟人曾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自2025年2月1号，特朗普下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 25% 关税以来，美国针对其他国家发起的关税战一直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无论是加拿大、欧盟、日本这样的坚定盟友，还是中俄这样的敌对国家，甚至南美后花园巴西也被美国威胁要加征高额进口关税。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关税从来不是什么单行道，你打我一拳，那我必然要回敬你一拳。在特朗普政府全方位无死角的关税打击下，美国已经成功引发了世界众怒。据塔斯社报道，为反击美国，欧盟已经决定考虑对美国波音飞机、汽车在内的720亿欧元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以作为对美国发动关税战的回击。中国也没有闲着，在农产品上，中国方面早就对美重拳出击。2025年上半年，在中国的反制下，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 30%。当经济上的朋友圈越来越小，当美国为了关税战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同时，作为大洋彼岸的对手，我们不由得一声叹息，美国还能靠关税横行多久？可笑的是，在捉于谋国的同时，不难看出特朗普大搞特搞关税战也是严重缺乏长远政治眼光，捉于谋生的体现。毕竟特朗普嘴里关税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话语如此高调，以至于从纽约的上层富人再到底特律的破产工人，都把对特朗普的政治预期拉满。他们不约而同的期望，靠你了，唐纳德总统，你是美国的救世主。可是万一关税战不能带来预期里的经济红利，那意味着特朗普作为众矢之的，选民的不满将全部指向他。正如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过的，关税就是一场政治赌博，赢了是英雄，输了就是笑柄。从这个角度看，已经把关税战当作筹码直接梭哈下注的特朗普，若政策失利，在2026年中期选举里，他所在的共和党丢失众议院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届时特朗普将正不出白宫，寸步难行，成为继美国胡佛总统后的又一个背锅侠，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全世界留下发动关税战必然自取灭亡的宝贵教训。要么提高军费，要么自己保护自己。自从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以来，他便开始插手北约盟国的军事防务工作，要求一众小弟必须将年度军费支出从原先 GDP 的 2% 直接翻倍到 5%。 为逼迫成员国执行自己的意志，特朗普甚至以退出北约为威胁，扬言美要放弃对成员国的保护。特朗普为何执着于提高北约各国的军费支出？这对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德国人开着宝马喝啤酒时，美国人却在替他们挡子弹。近日，特朗普的这句拍桌怒吼像一颗重磅炸弹扔进了欧洲平静的湖面。仅仅10天，白宫那份措辞冰冷的正式通牒更是把所有人都炸懵了。所有北约成员国必须在2027年1月1号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本国 GDP 的 5%， 未能达标者，美国将永久性撤出驻该国的所有军队及核保护伞。消息传到欧洲，用炸锅都不足以形容。要知道，北约之前 2% 的军费目标吵吵嚷嚷了10几年，到去年真正达标的也就一半国家。现如今盟国稍稍止住血，特朗普就再度狮子大开口，直接翻倍提到 5%， 这无异于把刀架在北约各国脖子上，逼他们割肉放血。对此，北约内部成员纷纷给予了愤怒却又无奈的回应。德国柏林那边，社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几乎是连夜开会，吵得不可开交。绿党部长们拍桌子反对，说这违背和平理念，但总理默茨脸色铁青地摊开一张地图，上面标着美军基地在德国的位置。几天后，一项被称作国防特别税法的紧急法案在议会强行通过，加油站的价格牌一夜之间跳涨，汽油税翻倍，超市里买东西收据上的增值税率从 19% 变成了 22%。政府绞尽脑汁，指望靠这个每年多挤出800亿欧元来填军费窟窿。柏林街头很快就出现了抗议的人群，人们举着要面包不要坦克的标语。如果说德国是憋着劲儿咬牙认栽，那法国简直就是直接掀桌子了。
马克龙总统听到消息时，干脆来个硬碰硬。没几天，法国海军的旗舰戴高乐号率领着8艘战舰组成的战斗群，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地中海。他们不偏不倚，直接封锁了美国第6舰队事先划定的演习区域。舰载的阵风战斗机挂着实弹，贴着美军舰艇的头顶低空呼啸而过。这还不算完，马克龙转头就拉上隔壁的意大利，高调宣布启动欧洲核盾牌计划，要联合研发属于欧洲自己的中程核导弹，连首次试射的时间都定好了。马克龙政府就差指着特朗普的鼻子宣告，想用撤军威胁法国，没门儿。而那些国力更弱、更靠近俄罗斯的边缘成员国，在特朗普的威胁下处境更加悲惨。他们没有与美国抗衡或者交涉的资本，自身军事力量也未必足以保护自己。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难，只能绞尽脑汁寻求各种自保办法。立陶宛政府为了凑军费，一纸命令暂停了全国所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土耳其则走了另一条险棋，为了快速获得强大的防空能力应对可能的威胁，他们铤而走险，私下向俄罗斯开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些特殊通行权。结果消息走漏，美国情报机构立刻抓住了把柄。美国财政部随即把土耳其的340亿美元黄金储备冻结，这笔钱相当于土耳其央行外汇储备的近1/3。当然，也有北约成员对特朗普的行为表示了强烈抗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公然宣布将重新考虑在北约组织中的角色定位，不排除退群。短短10几天，从西欧到东欧，从富国到穷国，整个北约阵营因为特朗普这支5%的通牒彻底乱了套。有人砸锅卖铁，有人掀桌造反，有人孤注一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军费分摊争吵，而是整个联盟信任根基的剧烈摇晃。那么，美国作为北约组织的一手创办者，也是该组织的最大受益方，特朗普如今为何要掀桌子？倘若站在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特朗普的行为只有一个出发点，从盟友身上榨钱。美国此前承担了北约大部分军费，现如今该让其他成员站出来分担了。其实特朗普这么做也属于被逼无奈，美国这些年日子并不好过，联邦债务接近40万亿大关，光利息支出就吃掉全年财政收入的 18%。特朗普第2任期上来就搞了超级减税 2.0， 企业税砍到 15%， 富人资本利得税几乎归零，财政缺口眼看着要塌方。这时候逼着欧洲多掏军费，相当于让德国人、法国人替美国大兵发工资。五角大楼私下算过账，如果北约盟友真把军费提到 5%， 美军每年能从欧洲撤走至少12万驻军，省下的基地维护、装备更新、人员开支足够白宫再搞一轮减税，而不至于让政府停摆。这种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的套路，特朗普这个商人、资本家自然最擅长。除此之外，特朗普更深一层提高军费的意愿，是希望给美国军火商拉生意。当特朗普在推特上喊出 5% 的瞬间，洛克希德、雷神这些公司的股票就像坐了火箭。为啥？白宫早就埋好了伏笔，新规里藏着细则，各国新增军费中至少 60% 必须用于采购美制武器。德国要买 F-35 替换老旧的狂风战斗机，波兰必须追加艾布拉姆斯坦克订单，连立陶宛这种小国都被迫贷款买标枪反坦克导弹。这些可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拿着枪顶在脑门上的强买强卖啊！特朗普这招最狠的地方，还要数通过提高北约军费开支对美元霸权的巩固。欧洲国家突然要多掏几千亿美元军费，钱从哪来？要么加税，要么砍福利，要么发国债。但无论选哪条路，最终都得求着美元救命。德国发债券没人买，美国投行马上凑上来。法国想印欧元填补缺口，华尔街反手就做空欧元，逼得欧洲央行不得不抛美元储备稳汇率。这套组合拳下来，相当于把欧洲绑上美元战车，再抽走梯子。更妙的是，当波兰把格但斯克港抵押给美军时，交易合同里明晃晃写着所有结算以美元计价，这意味着这港口未来99年赚的每一分欧元都得先换成美元再分账。说到底，这场 5% 军费的强制命令就是美国在自身经济内需时强行给欧洲放血，为自己续命。不光是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特朗普这出戏表面是讨债，实质上却是一场一举多得的算计。他既要在国内选民面前演硬汉总统，又要打断欧洲的脊梁骨，顺便再给自己2028年卸任后铺条黄金路。站在国内形象角度分析，特朗普的这一强硬行为无疑帮他再度树立了一切为美国的民粹主义形象。特朗普第2任期刚到半年，支持率一度被社保改革拖得摇摇欲坠。可军费提高命令发出后呢，宾夕法尼亚、俄亥俄这些关键摇摆州10年前被全球化掏空的工厂车间，如今正被军火订单灌进第2春。生锈的机器重新轰鸣，美国工人再次伟大，似乎真的看到了曙光。
而站在欧洲盟友们的角度，强硬的军费上调命令也有利于扭转美国对北约掌控力趋弱的颓势。马克龙这些年上蹿下跳搞欧洲军，默克尔接班舒尔茨偷偷推进德法核共享，摆明想摆脱美国掌控。特朗普这记 5% 的猛药下去，欧洲瞬间裂成两半。波兰、罗马尼亚这些东欧国家吓得抱住美军大腿，死活不撒手。德法领头的大国却咬碎牙往自主防务路上冲。法国航母封锁美军演习区的炮口和德国秘密采购俄制油矿的合同，都在帮特朗普实现终极目标，让欧洲永远陷在内耗中，再没力气挑战美国霸权。甚至于这场军费上调命令还能铺平美国后续10年的政治道路。特朗普家族基金重仓军工股早已不是秘密。女婿库什纳新开的全球防务咨询公司上月刚促成波兰港口换战机的买卖，但更大的棋在2028年后，当欧洲各国被迫狂买美制武器时，雷神、洛克希德马丁的产能已经绑死在10年长单上。这意味着哪怕特朗普卸任，继任者想修复美欧关系，也得先问军火商同不同意断供。特朗普正在用军火合同铸造一副枷锁，既锁住欧洲的咽喉，也锁住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不过玩火终会自焚，德法驻美大使上周罕见的同步缺席独立日酒会，法国外长私下警告，再逼就用欧元结算俄气。布鲁塞尔更传出密谋，若特朗普连北约峰会都缺席，30国领导人将集体签署无美国防卫条约。军费上调命令引发的风暴依然在发酵，特朗普不愿面对美国走向衰落的事实，妄图再度以放欧洲血供给自身的方式实现所谓的让美国伟大。但谁都不是傻子，更没有人会为了美国的利益无止境压榨自身。当特朗普军费上调 5% 的截止日到来之际，或许也是美国与盟友分裂的时候了。当特朗普向北约盟友下达最后通牒，以美国此前负担了北约军费的绝大部分为由，强行命令各国提高军费时，却对过往这些年美国一手主导北约军事、频频对外用兵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为闭口不谈。如此行为与无赖无异，特朗普就差提着麻袋到盟国家门口排着队的要钱。若是放在10年前、20年前，或许北约内部不会出现任何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在现在这个美国走向衰落、全球多极化格局愈发突出的年代，特朗普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欧洲越走越远。